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Wally Magazine。今日2025年嘅8月1號啊，呢條係第3條片嚟嘅。今日都想同大家講下，哇！呢個都算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即係新聞啊。嗱，其實咧媒體又冇話好特別標榜，但係咧我哋睇到咧中環嗰個寫字樓啊駕崩啦開始。之前大家都集中留意啊湯文亮啊等等啦，因為佢出名啊出嚟講嘢啊，又即係笑話李嘉誠咁樣啦，係嘛？佢嗰個中環中心嘅價跌到萬幾蚊尺咁，但係咧中環中心都係中環邊皮喎。但係個問題咧，依家咧就係黃九啦，最新成交價跌70%啦。今日咧會同大家講呢件事㗎，而且咧唔會淨係講呢單啊。你睇到佢一步一腳印咧，嗰啲中環寫字樓啊，即係最近嗰啲成交一路咧，你睇到嗰個趨勢咧，唔係一個咧陰乾式嘅下跌啊，而係一個斷崖式嘅。咁會點樣咧？咁多發展商係嘛收租佬啊，佢哋啲公允值會點樣咧？咁影響到佢哋嘅債會係點樣咧？成件事咧全面受壓啦，甚至乎咧銀行嗰個壞賬風險咧急速惡化啦。不如咧我哋咧去同大家細數一下最近呢啲中環寫字樓呢啲情況啦。去片喺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！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。行有餘力嘅話咧，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。另外咧，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，有額外嘅內容啊，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。多謝大家。我哋首先回顧一下啦。中環嘅甲級寫字樓咧，曾經係香港嘅商業地產嘅神話啦。高峰期個價錢去到6萬幾蚊㗎，貴絕全香港啊，甚至乎係全球添。但係咧近幾年啊，嗰個市場嘅情況啊急轉直下啦。我哋睇翻 recap 翻一啲舊聞呢幾個月嘅發生啦。舊聞入邊咧都已經有咧好多種嘅大宗蝕讓個案啊，有啲係名人啊等等啦。早前咧中環寫字樓咧已經開始崩盤啦，但係咧都未去到今日呢個新聞咁誇張嘅情況。首先咧就講咗呢個啦，5月份㗎，早2個月㗎啫嘛，2-3個月啦。恒興業集團嘅趙善站家族咧持有嘅皇后大道中9號啊，大家俗稱嘅黃九啦，10樓全層啊。其實咧佢哋就好耐之前買嘅，呢個就係賺錢嘅，但係咧由高峰期跌落嚟嘅，又一路劈價啊。1993年咧以1.1億元買入嘅，當年咧係低市價入市嘅。但係去到咧2024年7月咧，佢哋曾經叫價咧3.1億元放售噶，當時嗰個尺價咧都係22,514蚊嘅，已經遠低於高峰期嘅6萬幾蚊噶啦。去到咧2025年嘅5月份咧，再劈多6000萬劈價。你睇下，即係講緊3億啊，咁樣劈6000萬，劈到咧2.5億，尺價咧去到咧18,222蚊啦。同其他嘅成交咧，例如咧即係羅健生嘅相關人士賣嘅，即係講緊咧2301至到咧03號單位咧嘅尺價18,575蚊咧，同埋咧羅莎證券嘅 D.A. Rosa 家族嘅701單位咧尺價22,663蚊咧，同埋觀瀾湖集團咧29樓咁樣全層賣出去咧係22,514蚊咧。呢一個叫價咧，其實反映咗咧中環個尺價咧已經跌到落去咧2萬蚊樓下噶啦，較高位嘅6萬幾蚊咧暴跌咧好多添噶啦。你睇下呢個係即係當時啊，去到18,000蚊啊，5月份噶啦，你見到佢一步一腳印咁樣嘅跌落嚟。跟住咧就大家我都啱啱講啦，收租王永倫啦，永倫呢個大鑊啊，真係咧佢頭先嗰個咧，佢都係好耐之前買入啊，叫做高位跌落嚟啊。永倫啊，直情係高位摸頂買入啦。講翻呢個啦，2018年咧，永倫集團咧以5.3億元咧買入呢個中環皇后大道中9號34樓全層，尺價高達61,844蚊啊！嗰陣時咧創咗全香港甲下嗰個紀錄，係市場嘅高峰嘅象徵啊！但係去到咧2025年啦，佢哋咧只係以2.25億賣出，尺價咧再進一步咧就跌到咧26,254蚊啊！呢個咧價錢高過頭先嗰個，因為嗰個低層呢個高層啊嘛。我想話咧睇完呢個新聞，睇完呢兩個，再睇新嗰個咧，我覺得永倫啊算係賣得靚價噶啦。你雖然而家話沉淪永倫係會唔會永遠沉淪咁樣咧？但係咧你睇下佢依家呢個係賣得靚嘅，我7年咧。但係賣得靚還賣得靚，但係佢摸頂買啊嘛，佢7年咧都輸咗咧3.05億啊，
貶值咧接近60%啊，57.4%。如果你計埋使費都差唔多噶啦。咁啊，連埋佣金760萬咧，實際嘅市幅咧應該就係超過60%噶啦。咁啊，呢單交易咧仲連咧嗰個醫療集團嗰個租約月租咧74萬，回報率咧有呢個3.95厘嘅，但係咧都救唔到嗰個斷崖式嘅下跌啦。嗱，即係你睇住話依家係嘛，即係嗰個跌幅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嗱，呢度未完啦，我哋講一講去翻中環邊皮啦。嗱，成日話咧，啲人啊話人哋唱衰啊，乜乜乜啊，樓市啊唱衰乜乜乜啊，其實咧唔及得佢哋咧拋出嚟嗰口價咁樣咧，真係咧累街坊啊嚇。嗱，跟住就紀惠啦。嗱，紀惠集團咧喺2021年咧，當時以6.93億元買入中環中心26樓全層，當年嘅尺價咧係27,720蚊，佢覺得好平啊，嗰陣時，覺得李嘉誠必然後悔啊。雖然咧比起2018年嘅咧係即係低咁啊，但係咧佢都係高位入貨噶啦。咁啊，佢咧係去到2025年7月咧，佢哋只係賣咗3.45億啦。咁啊，尺價咧只係去到咧13,811蚊㗎咋。13,811蚊啊，即係話咧，哇，13,000蚊啫喎，依家死未係嘛？佢買入27,000已經覺得平，但係依家13,000蚊啊！嗱，4年咧佢蝕咗3.48億元啊，跌幅嘅一半添啊。湯文亮仲透露咧，佢哋喺2018年至2019年咧，分別以7.62億咁啊，尺價3萬1啦，同埋7.37億咧，尺價咧29,500蚊咧，買入中環中心19樓同28樓，即係咧呢個未係算得最勁啊，後面嗰啲蝕得仲勁啊，仲有佢咁樣推冧咗之後咧，其他啦，跟住黃狗又咁樣冧法咧，跟住應該回力標佢再冧得多啲啦。3層咧，當時係買咗22億元，咁啊估計咧佢應該輸超過10億噶啦啊！咁咧佢呢個其實咧都係揭開一個新嘅序幕啦。連中環邊皮中心啦呢個應該叫做上環，唔係中環中心，係上環中心至真啊，係嘛？都咁樣蝕法啦。咁去翻中環咁點咧？咁啊去到今集呢個震撼價啦。嗱，英軍集團嘅主席羅家瑞同相關人士最新近咧，以2億1,800萬咧買入咧中環皇后大道中9號10樓全層啦，咁啊黃狗啦，尺價咧依家跌到落去15,809蚊啦。呢個價咧，如果同7年前相比咧，直情咧跌幅超過70%啊，唔係跌70%係超過70%啊，顯示咧中環寫字樓咧已經咧徹底崩盤啦。你話跌70%仲唔係崩盤係咩咧？我想問下大家係咪啊？嗱，成交嘅詳情啦，呢個寫字樓嘅面積咧其實係13,719平方尺噶，買家咧係以公司名咧 Sunshine 嘅 String Limited 名義買入市嘅。咁啊嗱，董事包括咧羅家瑞同埋佢嘅執行董事羅俊謙。嗱，如果你參考咧永倫集團摸頂買入嗰口價咧，即係當時以5.3億元咧購入皇后大道中9號34樓全層咧，尺價計咧61,844蚊咧，創下全香港甲廈嘅紀錄啦。頭先講咗啦，咁啊換言之咧，今次嘅成交咧15,809蚊咧，咁啊較7年前咧高位大幅回落74.4%嘅。咁我覺得咧呢個媒體01咧就誇張咗，因為咧佢呢個係34樓，佢依家呢個咧係10樓嘅。嗱，咁啊頭先前面嗰個新聞咧就係講緊佢放，依家咧就放到啦。咁啊呢個原業者係邊個咧？就啱啱頭先我講嗰個啦，恒興業集團嘅趙善嬋家族噶啦，同埋相關人士。咁啊頭先講咗啦，咁啊佢當年咧就其實係買入係平嘅，因為1.1億元買入啊嘛，即係93年咁耐。咁啊曾經咧喺頭先講咗啦，亦都係即係3.1億元放售，後尾劈價6,000萬啦。咁啊最後咧以意向價2.5億求售，但係咧都係放唔到噶嚇。最終依家要劈到2.18億噶啦。咁即係話咧劈6,000萬都唔夠，要再向下再劈落去啦。去到依家呢口價嗱，頭先我前面講咗係18,000蚊叫價啊嘛，原來係未成交噶，依家成交咧係去到15,000蚊嘅啫。講翻呢個交易啊，咁你可以見到咧，真係累鬥累啊！大家劈價減價一路減落去噶，係嘛？咁同埋咧，你見到佢依家呢個咧，即係由3.1億一路劈落去，一路再減，然之後再要議價，咁啊，即係顯示咧，其實今天咧喺中環嗰個市場啊，或者係商業寫字樓咧，嗰個買家嘅議價能力咧係極強噶，市場咧係由買方主導啊，完全由買方主導啊。咁你可想而知啦。嗱，中環寫字樓個價格斷崖式下跌咧，對於收租佬同埋發展商咧，同樣係災難級嘅。
咁啊呢啲資產咧，通常係佢哋嘅財富嘅核心啊，佢哋嘅市值啊，同埋佢哋嗰個資產計價都係呢啲噶。咁啊依家咁樣嘅暴跌啦，個公允值 fair value 咧大幅縮水噶啦，直接咧衝擊呢個財務表現。咁啊收租佬嘅困境啦，好似永倫集團同埋咧紀惠咁樣啦，佢哋係靠收租為生嘅，但係寫字樓嘅價格咧同埋租金回報咧咁樣雙雙下跌啦。咁啊有啲啊，如果 call loan 你有借錢嗰啲咧，咁你仲要賣咗核心資產添。永倫賣34樓嘅時候咧，其實嗰個租約回報咧都只係3.95厘啊，低於資金成本啊，遠低於資金成本添。嗱，紀惠集團咧就持有多層嘅呢個中環中心啦，咁啊價格咧由3萬幾蚊跌到去13000幾喎。咁依家你要去翻黃九呢度中環嘅核心嗰度，都依家1萬5千幾啦。咁你話中環中心你仲維唔維持到13000幾啦？係嘛？租金收入咧基本上係冇可能啊抵消呢個資產貶值嗰個損失嘅。收租佬嘅現金流啊，同埋咧資產淨值雙重打擊啦。部分咧可能要繼續咧劈價賣樓套現咧去應付銀行 call loan，因為佢惡性循環嘛。因為呢啲燒到銀行後面再講銀行啦嚇，因為燒到銀行咪同你再 call loan，你咪要再賣咯。你再賣咪又再惡性循環，再推低嗰個商業寫字樓價格咯。發展商例如英軍啊、恒興業等等咧，持有大量商業物業啦。咁啊呢啲物業咧，咁啊喺會計上嘅公允值要入帳。嗱當然啦，頭先你見到英軍咧又買入啦，係咪溝貨好啲咧？咁樣啦，但係星展咧越溝越衰啦。星展買中環中心啊，啱啱舊年咧先又買入好似幾個單位，2-3個單位喎。咁啊係咪諗住溝貨咧？搞唔掂啊，仲要高位入27000喎，見到依家你變咗萬幾蚊，你點搞啊？星展係嘛？點交代咧？即係仲要比當時嘅依家呢啲咁多物業，當時嗰個高位咧跌70%添。佢哋嘅負債表現咧，亦都會出現呢個巨額減值啦，影響嗰個負債比率㗎啦，係嘛？嗱，尤其是係英軍啊，今次咧雖然係買家，但係佢其他咧嘅物業咧都會受到成個市場嘅拖累㗎嚇。咁啊，連鎖反應嗰方面咧，公允值大跌咧，仲會影響其他嗰啲即係發展商佢哋本身嗰個借貸能力啦。你都知依家都發展商大家又要借貸，有啲要債冚債，有啲要借翻嚟咧發展新項目㗎嘛。因為咧銀行咧重新評估呢啲咧抵押品嘅價值啊，所以你借錢方面咧一來借少啲，二來即係風險高啲啦，或者你要抵押品要高啲啦，咁利息又貴啲啦，係嘛？咁啊形成一種咧類鬥類嘅現象啦。銀行都講咗好多集啦，呢集唔詳細講啦。簡單嚟講咧，抵押品縮水啦，風險增加 （risk exposure） 增加啦。咁啊又要同啄住啲業主又要再 call loan 啦。咁啊跟住自己嗰個盤數又唔靚啦，係嘛？跟住又可能俾人下調嗰個評級咯，係嘛？嗰個連鎖反應，仲有啊特別大問題嘅就係啲中小型銀行啊，因為佢哋比較商業地產比較多。嗱，匯豐都爆響口啦，話恒生啊比較多啲呢啲啦，係咪啊？仲有東亞嗰扎嘢咧，係咪啊？華僑都有喎，你睇到咁啊？而且咧，銀行咧一搞到銀行咧，銀行咪會收縮嗰個信貸咯，收縮信貸咪對成個經濟拖慢咯，就係一個咁樣嘅一個惡性循環啦。嗱，今集內容差唔多啦，大家如果有咩睇法咧，不妨喺下低留言啦。咁啊，我覺得中環係香港嘅命脈核心啦。如果咁樣跌落去嘅情況，跌70%，其實都算幾誇張嘅。咁係咪應該跌完咧？咁樣大家拭目以待啦。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，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，share 埋俾朋友，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，可以嘅話 join 埋我 Patreon啦，多謝收看，拜拜。